是一同打江山的肱骨之臣，为何登基后沦为刀下亡魂，手握免死金牌也难逃满门抄斩？朱元璋为何在开国后对陪他打江山的老哥们痛下杀手？10年诛杀9万人，就算你对中国历史不感兴趣，这场明初最血腥的权力清洗也会让你脊背发凉。这一切要从明朝第一位宰相李善长说起。朱元璋一登基，李善长已经追随他15年。这15年里，李善长鞍前马后，殚精竭虑，立下无数大功。朱元璋外出打仗时，从不用操心后勤，军队的物资调配、人事调动，甚至一些重大决策，全由李善长说了算。开国后，朱元璋封他为宰相，赐明代萧何的美誉。要知道，宰相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大到惊人。可洪武3年，也就是朱元璋登基第3年，62岁的李善长突然一病辞官。退休前，他推荐了自己的堂亲家胡惟庸。胡惟庸是李善长引荐入营的，这些年颇有才干，也深得朱元璋喜爱。朱元璋一口答应，胡惟庸成了明朝第2位宰相。却没人想到，他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根据明史记载，自阳县朱弟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意自立，常以曲颈当上意，宠誉日盛。读下数岁，生杀处置或不奏进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悦，害己者折逆不疑闻。自从胡惟庸得到了朱元璋的宠幸后，开始变得骄横跋扈，不但自己决定群臣的升降，还手握生杀大权。内外奏章他必先查看，不利于自己的就扣下不发。然而朱元璋对此早已知晓，却偏偏纵容。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永久废除宰相制度的机会。朱元璋赤脚打天下，最恨权力被分。可宰相制度是祖宗规矩，要废它必须有铁证。李善长早就看穿了这一点，他知道再留下去迟早没命，干脆主动退休。加上他任职时小心谨慎，朱元璋抓不到任何把柄，废除宰相的想法只能暂时压下。直到胡惟庸上台，朱元璋终于等到了猎物。他刻意纵容胡惟庸专权，让他批阅奏折，让他任免群臣，让他掌握生杀大权，甚至让他结党营私。洪武13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任宰相未满10年，御史中丞屠杰突然举报他谋反，朱元璋立刻定罪，不查任何证据，当场满门抄斩。诛其9族，要的就是死无对证。可杀一个胡惟庸远远不够。这10年里，胡惟庸提拔的人、亲近的人、结党的人，全被朱元璋列入黑名单，就连举报胡惟庸的屠杰也没能活下来。这场屠杀整整持续了12年，只要和胡惟庸沾一点关系，就会被定为胡党，有的被拉到刑场诛9族，有的被锦衣卫当场满门抄斩。洪武15年，也就是胡惟庸案第2年，朱元璋设立锦衣卫，这支队伍只听皇帝指挥，不受法律约束，连皇亲国戚都能随便逮捕。后来东厂、西厂出现，锦衣卫的权力才被削弱。洪武23年，胡惟庸案爆发10年后，被誉为明代萧何，手握免死金牌的李善长也被定为谋反罪。那块象征免死的丹书铁卷没能保住他一家70余人的性命，最终全族被诛。直到洪武25年，胡惟庸案才正式结束。12年间，朱元璋共诛杀3万余人。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蓝玉案更是让武将集团遭遇灭顶之灾。蓝玉是少年奇才，刚进军营就屡创奇迹。开国前，他把元军打得节节败退；开国后，他为朱元璋开拓疆土，战功赫赫。可他有个致命缺点，骄傲。皇帝对他越好，他越狂妄，居功自傲，抱怨封赏太低，还收几百个义子，侵占民田，滥杀无辜。朱元璋一开始选择容忍，因为蓝玉是太子朱标的重要军事保障。朱元璋极其疼爱朱标，从小就把他当作接班人培养。宋濂是他的老师，李善长、徐达、常遇春都曾辅佐他。朱标温文尔雅，对大臣恭敬，满朝文武都拥戴他。而蓝玉和朱标年龄相仿，关系最好。可洪武25年，朱标突然病逝，朱元璋悲痛之下，没把皇位传给儿子，反而传给了孙子朱允炆。他看着孤傲依旧的蓝玉，心里发慌。年幼的朱允炆根本镇不住这位猛将。洪武26年，蓝玉案爆发，朱元璋以谋反为由，将蓝玉诛灭9族。傅有德、冯胜、王弼等公侯全被牵连，15000余人被杀。朱元璋还下令把蓝玉的整张人皮剥下来，在全国展览。这位为大明卖命半辈子的猛将，没犯任何实罪，就这样惨死。
除了胡惟庸案、蓝玉案，明初还有空义案和郭桓案。空义案里，官员为省事先盖章再填军需单据，朱元璋下令处死所有主印官。郭桓案中，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官员私吞税赋，导致朝廷损失2400万担粮食。要知道，当时明朝一年粮食产量才2088万担。朱元璋大怒之下，大力反腐，此案又杀了3万余人。明初4大案，朱元璋共诛杀9万人，其中不乏开国功臣，有的被冤枉，有的确实有罪，但最终都成了皇权的牺牲品。朱元璋这么做，说到底就是为了权力，他要让朱家王朝永远传承，要帮子孙清除所有隐患。晚年的朱元璋在遗诏中写道：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世事按古就绪，唯功成前安后挖，行事不成，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朕心肺有数，只得听天，唯愿见朕子兴，福其子孙，即便背负刻薄寡恩残暴嗜杀的骂名，他也要为朱家后代铺好路。可朱元璋万万没想到，他死后第4个儿子朱棣会给大明王朝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一月屠戮开国功臣为他铺路，他登基4年就丢了江山，侄儿步步紧逼欲取他性命，他装疯卖傻竟逆袭称帝。这对明朝叔侄的生死博弈，藏着中国历史最惊心动魄的权力厮杀。今天就给大家讲讲永乐大帝朱棣如何从边陲藩王一步步逆袭夺权登基。要知道，朱元璋为朱允炆苦心铺路多年，杀贪官诛功臣9族，只为让这位长孙稳稳坐稳江山。可这位被爷爷捧在手心的皇太孙，终究没能守住这份基业。这一切还要从朱元璋的传位抉择说起。纵横中国历史，从没见过哪位皇帝如此疼爱长子。即便朱标英年早逝，他也铁了心要把皇位传给朱标的儿子，而非自己的其他儿子。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尤其是北平的燕王朱棣，满肚子不服。我为大明开疆扩土，北伐立下赫赫战功，父亲亲口夸我肃清沙漠者。燕王爷，大哥不在了，皇位凭什么轮不到我？更让他憋屈的是，朱元璋临终前还下令诸王领国，务得至今，难道要他守一辈子边疆？抱怨归抱怨，朱棣只能先看着侄儿治国。可朱元璋刚下葬，朱允炆就急着推行削藩。他登基后，立刻重用方孝孺、吉泰、黄子成3位大臣，这3人清一色主张削藩，而削藩的矛头直指手握兵权的叔叔们。朱元璋有24个藩王儿子，驻守在全国战略要地。朱允炆的削藩刀砍得又快又狠，不到1年，周王、明王、襄王、齐王、代王5位叔叔，不是被流放，就是被贬为庶人。襄王更是被诬陷谋反，被逼得自焚而死。这些都只是开胃菜，朱允炆真正的目标是私塾朱棣。此时的朱棣兵力只有朱允炆的1/10，就算心里不满，也没胆量反抗。可朱允炆步步紧逼，直接派军队驻扎在北平城外，就等动手抓他。关键时刻，朱棣身边的黑衣宰相姚广孝站了出来，再不动手，你就是下一个襄王。他给朱棣量身定制了造反计划，两人一拍即合，偷偷招兵买马，打造兵器。为了打探消息，朱棣派长史葛城进京朝见朱允炆，可没想到葛城被当场策反，把所有秘密全说了出去。西太一听，立刻替朱允炆下了3道死命令，收回朱棣的兵权，派人监视他全家，让北平指挥使张信当场逮捕他。朱棣本是插翅难逃，可转机就出在张信身上。张信是他的人，他连夜向朱棣报喜。朱棣一边加速备战，一边在追兵面前装疯卖傻。野史记载，他甚至当众吞噬会晤，就是为了拖延时间。终于，姚广孝来报，军队已集结完毕。朱棣立刻将张炳与谢贵2人斩首示众，连夜命大将张玉进攻北平九门，轻松夺回北平。至此，朱棣已无退路。在姚广孝的建议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立刻出兵讨伐齐泰与黄子成。清君侧顾名思义，就是清除皇帝身边的亲信与坏人，晋为平西，清除难为明朝之难。靖难之役正式打响。这场仗一打就是4年，从1399年打到1402年，10几次大战打出3个阶段，起兵反抗，两军鏖战，直取阴天。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滹沱河之战、公孙坝之战、白沟河之战以及东昌之战。咱们先说滹沱河之战。朱棣拿下北平后，朱允炆环顾四周，身边竟无一人能率军打仗，夜里长叹息，蓝玉何在？朱元璋当年杀害功臣的报应，终于落到了朱允炆身上。朱允炆实在没办法，
只能命令年近古稀的老将耿炳文率领13万大军讨伐朱棣。可耿炳文的军事才能远不如朱棣，很快就被朱棣以9000人在滹沱河逐一击破。朱棣大胜，史称滹沱河之战。这一战的败讯让朱允炆慌了神，他听从黄子成的建议，撤下耿炳文，换李景龙为帅，再次攻打朱棣。李景龙是明朝开国元勋李文忠的儿子，本以为虎父无犬子，但他其实是个纨绔子弟。朱棣听到消息后，心里乐开了花，李景龙区区小辈而已，但朱棣也有忌惮。朱允炆给了李景龙足足50万大军，朱棣再有作战经验，也难敌人海战术，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弟弟宁王朱权。当时朱权手下有一支军队叫左颜三卫，这是藩王中最强的军队，皆由蒙古人组成，骁勇善战，且服从军令。彼时朱棣只好对朱权谎称将来平分天下，亲自前往借兵。但问题来了，如果朱棣去借兵，北平不能无帅。于是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朱高炽死守北平，恍惚间朱棣仿佛与父亲朱元璋时空交错。当年朱元璋为救韩林而导致后方空虚，是朱文正站出来为父亲成功守城。如今自己的儿子朱高炽也创造了奇迹，成功抵挡了李景龙的进攻，守住了北平。几日后，朱棣成功借道左颜三卫，带着大军浩浩荡荡返回北平，主动向李景龙的驻地郑村坝发起进攻。只见左颜三卫连破7营，打得李景龙溃不成军。李景龙居然扔下军队，连夜逃跑，这便是史称的郑村坝之战。后来朱棣又耍了个计谋，谎称远征大同，骗得李景龙的军队在冰天雪地里白跑一趟，士气彻底崩溃。建文2年4月，李景龙带着60万大军卷土重来，在白沟河与朱棣决战。可即便他手下有熟悉朱棣战术的老部下，还是输得一塌糊涂，50万大军覆没，德州也丢了。朱棣以完美胜利结束白沟河之战，这一战也成为靖难之役的转折点。朱允炆的军队从进攻转为防守，朱棣彻底掌握主动权。连连战败让朱允炆再次慌神，他紧急撤下李景龙，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再次讨伐朱棣。盛庸是个人才，从后来的济南之战和东昌之战就能看出，朱棣打不过他。济南之战中，朱棣刚夺得的德州被盛庸收复；东昌之战中，盛庸将朱棣重重包围，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张玉前来营救，结果战死沙场，就连朱棣的次子朱高煦也险些命丧东昌。这一战朱棣败得很彻底，张玉的阵亡不仅让朱棣心痛不已，也让全军锐气大减。就在这危急时刻，姚广孝再次献策。如今建文帝的精锐全在前线，应天已是空城，不如破釜沉舟，直捣黄龙。朱棣一听，立刻调整战术，放弃逐城进攻，改用闪电战南下。建文4年，朱棣打到灵璧城，一场大战彻底打垮了朱允炆的残余势力。此时的应天只剩下一座空城，而盛庸的大军还在回师的路上。朱允炆深知自己已无力招架，开始多次与朱棣求和，还主动请求割地给朱棣，但朱棣已兵临城下，岂能同意？建文4年6月13日，朱棣的军队抵达金陵城外。此前，朱棣已联络好城内愿意投降的李景龙等人，他们与朱棣里应外合，开门迎降，史称金川门之变。朱棣兵不血刃踏进皇宫，可此时宫中突发大火，朱允炆离奇失踪。有人说他自焚而死，有人说他从地道逃跑，落发为僧，四海为家。这个明朝第一悬案，至今没有答案。这位燕王朱棣踏进皇宫仅4天，因寻朱允炆无果，便立刻改年号为永乐，登基称帝，终于得到了父亲朱元璋的江山，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狠辣与杀戮。别忘了，他当年是以清君侧为民起兵，如今也要以清君侧收尾。朱棣先拿翰林侍讲方孝孺开刀，将其株连10族，宗族亲友被杀者多达873人，就连他的学生也纷纷殉难。而曾经打败过朱棣的铁铉，遭到了朱棣更残忍的对待。朱棣将铁铉的耳鼻割掉煮熟，塞入其本人口中，还问他甘否。铁铉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随后铁铉被朱棣处以折刑，黄子成、姬泰等人全被凌迟灭族抄家，他们的女眷也被强行贬为乐户。4年战乱让明朝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重创。朱棣心里清楚，自己欠天下一个交代，于是他励精图治，开创了后世称颂的永乐盛世。一边是万国来朝的巅峰荣耀，一边是民不聊生的人间炼狱。朱棣的永乐到底是盛世还是灾难？今天就来聊聊那真实、客观且藏有阴影的永乐盛世。
朱棣当年迁都北平，建造紫禁城，亲征漠北征讨蒙古各部，西派郑和下西洋，为明朝开拓了广阔的外交与贸易空间。这些成就确实足以让一位皇帝留名千古。但所谓的盛世往往是胜利者的宣言，所谓的历史也多由胜利者书写。那盛世之下的黎民百姓，他们的苦难与付出，又有谁来铭记？一切还要从朱棣登基说起。1402年，朱棣篡位成功登上皇位，第一件事就是扫清朱允炆的所有残党，下一个目标则是立志让朱家王朝迈向鼎盛。在军事上，朱棣可是亲自武征漠北，他曾慷慨激昂地说：“我朝国士之尊，超迈千古，西域、北鲁、西番、南岛、西洋诸夷，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比，亦无兄弟敌国之礼。”为什么说明朝最硬气？汉朝打匈奴还得宋女儿和亲，唐朝盛世离不开四处结盟，宋朝更是年年给金国送丝绸、黄金、白银，而明朝不和亲、不结盟、不纳贡，没有兄弟之国。朱棣也确实继承了朱元璋的魄力，从不怕亲征，论功绩甚至比朱元璋还突出。明史记载，明朝东起朝鲜，西抵吐蕃，南包安南，北抵大漠，版图扩到1000万平方公里。凭借这些功绩，朱棣成为历史上少有的能与封狼居胥相提并论的帝王。可战乱不断的年代，真能叫盛世吗？朱棣的功绩被当朝和后代详细记载，但民间百姓的疾苦谁来管？庞大的军需又从哪来？答案只有一个：百姓。再看文化方面的两大成就，紫禁城和永乐大典。朱棣刚登基就想迁都北京，一来北平是他的发家地，有特殊情怀；二来迁都能更好控制北方疆域，维护边境安宁。1406年，他下令建紫禁城，直到1420年才完工，整整用了14年。这14年里，朝廷征调了近30万民工、军工，建成了占地72万平方米的紫禁城。这座至今都是中华瑰宝的宫殿，建造时有多耗费民力。朱棣派人到全国各地找珍稀楠木，楠木长在岐山峻岭里，多少人采木时摔下悬崖丧命。当时文人都感叹：入山1000，出山500。为了让紫禁城坚固，地基就铺了15层砖，这种砖的制作成本堪称天价，铺设时还得用特殊粘合剂，要耗费海量糯米和蛋清。一边是南征北战的军需，一边是建造紫禁城的巨额开支，钱从哪来？最终还是百姓买单。关于永乐大典，同样藏着朱棣的野心。1403年，他命谢晋、姚广孝等人编撰大型类书，要求凡书起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言。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星象、技艺之言，被集为一书，要把从古至今的重要书籍全收录进来。1407年，这部巨著定稿，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朱棣亲自作序赐名。永乐大典也被后人赞，大典之外再无全书，连大英百科全书、法国百科全书都不及它。但3.7亿字的巨著，朱棣真能逐一审定。说到底，他就是想靠这部书功成名就，留名千古。说完文化，再来讲外交。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人人皆知，朱棣在世时搞了6次，去世后完成了最后一次。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海员最多、持续最久的海上航行，途经30多个国家，最远到了非洲东岸、红海沿岸和麦加，还让东南亚多数国家成为明朝藩属国，定期纳贡。远航确实打开了海上贸易通道，把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传到国外，带回黄金约72万两，白银约1276万两。但这笔账真的赚了吗？当时造一艘船成本保守要3000两白银，每次出海要200多艘船，随行人员27000余人。按规定，每人每天配粮食1公斤，水3公斤，瓜果蔬菜0.5公斤。光航行10天就耗粮近1000吨，再加上船员工钱，花费已经天文数字。更别提为了炫耀国威，郑和还带大量宝物送藩属国。历史学家推算，这些礼物价值近600万两白银，相当于大明1年财政收入的2倍。百姓一边修长城、打仗造船，一边还要交重税，国库的钱既要供军需，又要送外国礼物，这样的盛世到底成在哪里？不过朱棣在经济上也做了件实事，修复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元代就已残破，修复后1415年7月，黄河至长江的南段通航，运河体系能从长江下游直通北平，成了南北商业主脉，既方便运送粮食、军需，也给百姓多了些商业渠道。政治上，朱棣全方位改革，
他废除朱允炆时期的所有新规，恢复朱元璋旧制，还沿用了严格的吏治措施。因为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皇帝要管所有国家事务，分身乏术，朱棣就设立了内阁制。这一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效仿，一直用到现在。但1420年，他设立的东厂却成了百姓的噩梦。东厂由宦官管理，和锦衣卫一样，不受任何机构管辖，只对朱棣负责。他们为了拿情报不择手段，滥杀无辜，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成了声名狼藉的暴力机构，也让宦官权力越来越大。明成祖朱棣的功绩确实多，说他功不可没，骁勇善战，一心为江山社稷都没问题。但有阳光就有阴影，一个时代算不算盛世，绝不能仅仅体现在军事的强盛、国力的雄厚、外交的强势上，百姓能否安居乐业才是盛世的核心要义。从帝王角度看，朱棣能排进中国历史前5，但从百姓角度看，永乐年间或许根本称不上盛世。这也是为什么明史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赞他雄武之略，成功峻烈，卓乎圣矣；也有人骂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历史的魅力就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参考答案。毕竟没人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而历史永远是胜利者书写的。1424年，永乐22年7月18日，朱棣在第5次北征回师途中病逝，结束了22年的统治，也走完了传奇一生。他的谥号是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在朱允炆眼里，他不是好叔叔，但在朱元璋眼里，他未必是逆子。虽然没遵遗愿，但朱棣确实为了朱家天下，为了大明王朝，竭尽所能，只为保全朱家的江山社稷。洪武之治铁血奠基，永乐盛世万国来朝，大明本应一路高歌登顶。可谁能想到，承上启下的仁宣之治，往下连接的却是昏君泛滥、奸臣当道、宦官专政。仁宣之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又给明朝留下了怎样的祸根？这一切要从朱棣病逝说起。公元1424年，朱棣在第5次北征漠北的归途中病逝。病重前，他留下遗诏，传位长子朱高炽。彼时朱棣病逝于行军途中，消息绝不能泄露，一来怕敌人突袭，二来怕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趁机谋权篡位。万幸的是，随行的那个大臣杨荣与大学士金幼孜临危不乱，密不发丧。杨荣快马加鞭进京密报朱高炽，金幼孜则维持日常礼仪稳定军心，还用龙锡制成内棺防止尸体腐化，为防泄密灭口了至关工匠。朱高炽得报后当机立断，加强京城治安，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朱高煦未察觉异样。朱高炽于1424年8月顺利登基，避免了皇位内斗。朱高炽即明仁宗，与后续继位的儿子朱瞻基共同开创了仁宣之治。朱高炽当上皇帝后，治国非常有经验，因为朱棣在位期间南征北伐，一直都是朱高炽坚守紫禁城帮他打理朝政。当年朱棣的大修工程，五征漠北，西下西洋，导致明朝财政极其紧张，这些巨大的物资消耗，最终都转嫁到了广大百姓身上。所以当时朱高炽不仅要保证政权稳定，还要稳定民心，为朱棣提供充足的财力支持。说通俗点就是儿子挣钱老爹花。在这种长期的历练下，朱高炽坐上皇位后经验十足。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内阁。朱棣设立内阁时，只给大臣们建议权，但朱高炽改革后，内阁成为了真正的智囊团，所有内阁成员都被封为一品高官，真正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同时他还允许内阁兼职，只要有能力和精力，既可以做内阁大臣，还能继续担任原有官职。再加上这些官员的品德都经过朱高炽精挑细选，朝廷霎时间充满了一心为民的大臣。朱高炽做的第二件事是赦免靖难一顾。当年父亲朱棣登基后，出于巩固统治的目的，对建文帝朱允炆的遗臣们实施酷刑，他们的后代在当时也饱受折磨，所以朱高炽一上台就宣布大赦令，赦免了许多朱允炆时期被迫害的家属，还给予他们妥善安置。第三件事是宽刑平狱。朱棣时期的刑法非常严苛，朱高炽上台后便进行大幅度调整，面对死刑犯的案件，必须经过4到5次审核，避免一切冤假错案。第四件事是他仁义的最好体现。朱棣五征漠北，七下西洋，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力，经济得不到发展，百姓还受苦受累，所以朱高炽颁布了停止下西洋的命令，宣布与民休息，减少对外战争。同时他还大幅度减轻赋税，大力推动农业发展，积极赈灾，免除受灾地区的赋税。他还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开设铁眼，兴办警严，
这使得明朝经济迅速恢复，老百姓安居乐业。朱高炽的这4项举措为仁宣之治、仁宣盛世开了个好头。但可惜的是，就在一切势头向好时，公元1425年，登基未满1年的朱高炽在清安殿猝死，享年47岁。明史评价他性情仁厚，勤政爱民。他临终前还留下遗诏，要求山林制度务从简约。朱高炽驾崩后，遗诏传位皇太子朱瞻基。朱瞻基生于1399年，12岁被立为皇太孙，15岁随朱棣出征漠北，深得祖父喜爱。1425年朱高炽驾崩时，朱瞻基正在应天，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回北京。与此同时，朱棣次子朱高煦妄图效仿父亲朱棣夺位，在应天回北京的路上厉兵秣马，设下埋伏，全力截杀朱瞻基。可朱高煦连人影都没见到，京城就传来了朱瞻基登基的消息，这意味着他再次夺位失败。1426年8月，朱高煦再次以靖难为名起兵谋反，朱瞻基亲征讨伐，朱高煦不敢出战，躲在乐安州束手待毙，城内守军纷纷倒戈，朱高煦最终弃降。朱瞻基将其贬为庶人关押，但朱高煦在关押期间受不了地位的落差，多次挑衅朱瞻基，最终朱瞻基忍无可忍，下令将其烹死。处理完朱高煦的叛乱后，朱瞻基开始专心治理朝政，仁宣之治的宣正式拉开序幕。他在位期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了父亲朱高炽将帝都迁回应天的想法，依然保留北京为帝都，因为这里是他从小成长的地方。他和爷爷朱棣一样，对北方边境情有独钟。同时，他延续了父亲的德政，明朝政局越发稳定。他积极完善内阁，沿用父亲时期有能力的内阁大臣，比如杨荣、杨士奇、金柚子等人，采用票拟制度，让大臣们直接参与决策，使得皇帝内阁6部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作效率和质量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大臣之间各有所长，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君臣关系十分融洽。政治上站稳脚跟后，朱瞻基也大力改革经济。他统治期间依旧延续父亲体恤民情的政策，后人评价他皇宫9处4天理3农，这个评价相当之高。他继续推行洪武以来的招人垦荒政策，对遭受蝗灾水灾的地区减免赋税，只为让百姓安居乐业。除了政治和经济，国防上朱瞻基主要采取安抚议和与缩边防守的策略。当年爷爷朱棣虽然打下了安南，但安南始终暴乱不断，于是朱瞻基决定先与安南议和，再承认其独立。虽然此举有损明朝国威，但让国家每年省下大笔军费。对于北边的蒙古，朱瞻基既防守又安抚，一方面优待蒙古降将，另一方面对侵扰边境的蒙古人以驱除为主，不主动发动攻击。这样的处理方式让边境地区相对和平稳定。在朱瞻基的治理下，这一时期被称为仁宣之治，也是明朝3大盛世之一。因这一时期跨越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2位皇帝，便以仁宣2字命名。朱瞻基治国能力出众，可他的一项决策却给明朝埋下了致命隐患。他极度宠爱孙贵妃，不惜违背大臣意愿废掉元皇后，成为明朝首位废后的君主。此外，他对窦戌曲情有独钟，后人也因此称他为戌曲皇帝。皇帝的喜好本无可厚非，但身边宦官为迎合他刻意跟风，渐渐获取了他的信任。此后，朱瞻基愈发纵容宦官势力，特意在朝中设立内书堂，指派翰林学士教导宦官读书识字。这一举措直接赋予了宦官参政的资本。宦官集团中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更是获得了代皇帝批阅奏章、处理政务的权利。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祸国殃民的王振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是一位祸国殃民的大太监，由朱瞻基一手扶持，还被任命为皇子朱祁镇的老师。朱祁镇一直尊称他为先生。明朝后期的阉党刘瑾、魏忠贤等人之所以能祸乱朝纲，也是因为这一政策的延续，让他们有了干政的机会。不过只要朱瞻基活着，王振就不敢有任何异动。但公元1435年，38岁的朱瞻基英年早逝，7岁的朱祁镇登基后，王振便彻底掌握了实权。从此，大明王朝的裂痕越来越大，让明朝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王振终于有了兴风作浪的舞台。接下来的土木堡之变，真的要让朱元璋和朱棣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朱元璋扫平群雄，朱棣武征漠北的铁血大明，竟在短短1天内被2万瓦剌骑兵打得溃不成军，25万精锐全军覆没，50多位军贵战死，连皇帝都成了俘虏。这就是让大明从巅峰瞬间跌落谷底的土木堡之变。短短70年，
朱家天子从天子守国门的豪迈，沦落到被扶当人质的耻辱，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是一个太监和一位刚愎自用的皇帝。即使你对中国历史毫无兴趣，也一定会被这场充满荒诞与悲壮的战役震撼。它不是天灾，而是纯粹的人祸；它不是国力不济，而是昏庸与贪婪酿成的惨剧。今天，咱们就一步步揭开土木堡之变的真相，看看一个权宦如何操控帝王，一场儿戏般的亲征如何毁掉一个王朝的未来。这一切要从明朝最臭名昭著的太监王振说起。王振是朱瞻基钦点给朱祁镇的老师。朱祁镇8岁登基，对这位王老师敬畏有加。仅仅8个月，王振就坐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手握批阅奏折、处理政务的大权，成了朝堂上隐形的太上皇。他摸准了朱祁镇年幼想立威的心思，天天在耳边吹风：你是皇帝，百官该听你的；而我是你父亲选的老师，你该听我的。年少的朱祁镇被这话哄得晕头转向，愈发刚愎自用，而王振则借着皇帝的信任，一手遮天，朝堂上下敢怒不敢言。为了让自己名留千古，王振又怂恿朱祁镇对云南陆川用兵。陆川叛乱确实该平，但王振却不懂军事，瞎指挥。这场仗一打就是9年，发兵15万，转战半天下。虽然勉强稳定了西南边疆，却让明军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国库更是亏空见底。就在明朝深陷西南战事时，北方的瓦剌部落早已蠢蠢欲动，首领也先趁着明军无暇北顾，吞并了明朝的关西七尾，整个北方边境都成了瓦剌的势力范围。可朱祁镇却抱着他们答应过太爷爷永不来犯的幻想，以为姑息退让。野先很快找到了动手的契机，明朝的朝贡贸易。明朝为了安抚边塞势力，规定蒙古部落可以用马匹换物资，不仅等价交换，还按人头给赏赐。野先看出了其中的漏洞，从几百人朝贡一步步加到2000人，不仅要赏赐，还沿途烧杀抢掠，甚至私自买卖武器。换成朱元璋或朱棣，早就出兵征讨了。可朱祁镇只下令交易武器者处死，对烧杀抢掠视而不见。野先得寸进尺，这次派2500人，却虚报成3000人要赏赐。王振被激怒，下令把马匹价格压到原来的1/10。野先等的就是这个借口。公元144年9月年7月，瓦剌大军猛攻大同，大同参将吴号战死沙场。消息传到京城，朱祁镇吓得畏畏缩缩，可王振却又来怂恿：陛下御驾亲征吧，打赢了，满朝文武谁敢不服你？朱祁镇被这话冲昏了头，当即拍板：有贼犯禁，杀掠军民，朕必亲率大兵剿之。隔天，朱祁镇让弟弟朱祁钰留守京师，自己带着25万大军出发，王振全程陪同。可刚出发一天，洋河口之战明军大败的消息就传来，沿途全是阵亡将士的尸体。到了居庸关，群臣恳请休整，朱祁镇不听。到了宣府，风雨交加，兵疲马困，群臣再次劝谏，王振居然当众呵斥惩罚大臣。朱祁镇全程默许。好不容易到了大同，前方传来明军惨败的急报，王振瞬间慌了神，立刻下令撤军。可撤退路上，他又犯了荒诞的毛病，想回家乡魏州炫耀，让数十万大军绕路走了40公里，又担心军队踩坏家乡庄稼，下令折返宣府。几十万大军像无头苍蝇，顶着风雨夜以继日赶路，军心早已涣散。野先看准时机，率军追击。当明军逃到土木堡时，群臣建议去怀来城休整，王振却惦记着自己1000多辆装满财物的辎重车，非要让军队夜宿土木堡。野先追到后，第一时间控制了土木堡唯一的河流，断绝了明军的水源。几十万大军渴了整整2天，士气降到冰点。这时野先使出计谋，假装撤兵。明军士兵以为有了生机，纷纷冲出城外喝水。瓦剌骑兵突然杀回，挥刀砍杀，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就此开始。25万明军在2万瓦剌骑兵面前不堪一击，以张辅为首的50多位勋贵大臣战死。王振被愤怒的明军将领反中锤杀，而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这一战，大明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王朝的根基彻底动摇。消息传到北京，全城人心惶惶。孙太后没有想着营救儿子，反而以国家不能无君为由，拥立朱祁钰登基，改元景泰。但他也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提拔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京师防务。野先带着朱祁镇攻打北京，想以皇帝为筹码，逼迫明朝投降。可于谦早已下定决心，社稷为重，君为轻。他率领将士在德胜门、西直门与瓦剌军浴血奋战。5天5夜的激战，瓦剌军死伤3万，仓皇败退。
也先见捞不到好处，只好把朱祁镇放回。公元1450年，朱祁镇回京，却被弟弟朱祁钰软禁在南宫，一所就是7年。1457年年初，朱祁钰病重，石亨、徐有贞等人趁机发动夺门之变，拥立朱祁镇复位。可朱祁镇复位后，非但没有反思，反而恩将仇报。他听信谗言，以谋逆罪名处死了救国功臣于谦，还为王振平反，后代其亲属。后来他又觉得石亨、徐有贞没用了，干脆把这2位复辟功臣也杀了。虽然朱祁镇后期勤政，每天清晨5鼓就起床处理政务，但他造成的创伤早已无法弥补。1464年，38岁的朱祁镇驾崩，和父亲朱瞻基一样短命。他的一生，8岁登基，做了14年皇帝，被俘1年，软禁7年，再当8年皇帝，短短38年，把大明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土木堡之变让明朝精锐尽丧，国运崩塌，却被一对先封神后摆烂的父子硬生生拉回正轨。有人说朱见深差点灭了女真，有人说朱佑樘比肩汉文帝。可这俩皇帝后期全沉迷炼丹，放飞自我，成化、弘治两朝到底藏着多少热血与荒唐？今天咱们顺着时间线，把这段最反转的明朝历史说透。公元1464年，坑了明朝大半辈子的朱祁镇病逝，那个从小被当政治牺牲品，连生存都要偷偷摸摸的朱见深，终于登上皇位，史称明宪宗，次年改元成化。刚上位的朱见深，那可是憋着一股劲要给父亲补坑，他一出手就是3大招：减税收，让老百姓喘口气；为于谦平反，恢复其儿子官职，洗刷千古冤屈；为叔叔朱祁钰恢复帝号，弥补皇室遗憾。这3步棋一走，朝廷上下一片叫好。朱见深的明军直接立住，军事上朱见深更是硬核。1465年，他派兵平定广西、四川暴乱。1466年，扫清金乡乱匪。到了1467年，建州女真屡次犯变，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朱见深怒了，直接下死命令，保其巢穴，绝其种类，5万明军兵分3路围剿，还拉上藩属国朝鲜配合作战。这场被称为成化黎庭的战役打得有多狠？女真首领董山、李满珠父子当场被杀，整个女真族被打得几乎灭族。也正因如此，后来清朝修明事实，才会刻意抹黑朱见深。经济上，朱见深任用贤臣，减免赋税，发展农业，明朝经济眼看就要回暖。可谁也没想到，这位前期猛如虎的皇帝突然断崖式摆烂，怠于政事，长期不见大臣，天天泡在后宫，还疯狂沉迷炼丹，一门心思想长生不老。贤臣们寒了心，纷纷请辞。更要命的是，1476年京城爆发妖狐案，朱见深差点被刺杀。他对东厂起了疑心，又不敢废除祖宗留下的制度，干脆新设西厂，让太监汪直统领，和东厂互相制衡。西厂权力比东厂还大，成员权势从锦衣卫里挑得很绝色，一时间朝廷大臣、勋贵被谋害无数。直到1482年，朱见深发现汪直权力太大，威胁皇权，才下令废除西厂。而朱见深另一大槽点就是宠幸万贵妃。万贞儿仗着皇帝宠爱，在后宫骄横跋扈，还间接干预外廷。官员们为了升官敛财，纷纷贿赂万贵妃的家人，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公元1487年，成化23年，41岁的朱见深病逝，临终前留下遗诏，让太子朱佑樘继位。这位新皇帝朱佑樘命运比父亲还坎坷，他的母亲己是本氏宫女，被朱见深临幸后怀上了他。可当时万贵妃掌权，非要斩草除根，又是逼堕胎，又是派人追杀。好在宫里的宫女太监们都心善，瞒着万贵妃偷偷保护她。太监张敏更是冒着生命危险，把朱佑樘带出宫，藏在柴房里养了6年，直到朱见深的次子夭折，朱佑樘成了唯一的皇子，张敏才敢说出真相。朱见深又惊又喜，立刻把儿子接回宫中重点培养。18岁登基的朱佑樘改由弘治，史称明孝宗。从小吃过苦的他，比谁都懂朝政的弊端，一上位就启用贤臣，把内阁地位提至6部之上，让有能力的人施展抱负。他深知宦官专权的危害，严厉约束东厂，让其恪守本职，把之前的坚定之臣全给罢黜了。法律上，他删掉严苛条文，被后人评价明智易逮。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事，至孝宗朝时有修明之举。军事上，他整顿军备，对来犯的鞑靼采取防御战略，还历经坎坷收复了西边的哈密。经济上，他节俭爱民，弘治年间灾害频繁，
他屡屡减免夏税秋税，还拿出国库财物救济灾民。最能证明他功绩的是一组实打实的数据。弘治之前，明朝人口5020万，到他执政后期，人口直接突破6000万，18年增加了近1000万。可没想到，朱佑樘走着走着，也步了父亲的后尘，开始沉迷炼丹求长生，还重用宦官李广。就因为李广懂符箓导丝之术，李广仗着皇帝信任，大肆贪污受贿，大臣们怨声载道，最后李广畏罪自杀。朱佑樘还不死心，派人去李广家找炼丹秘方，结果秘方没找到，倒查出一账本，上面写着黄米几百担，白米几百担。朱佑樘纳闷，他家能放这么多粮食？旁边大臣小心翼翼解释，皇上，黄米是黄金，白米是白银啊。朱佑樘听后半天说不出话。总结下来，朱见深、朱佑樘这父子俩都是前期明君后期躺平的典型。朱见深前期成化，黎庭定边疆；朱佑樘前期勤政爱民增人口，可后期都栽在了炼丹和宠信奸佞上。公元1505年，弘治18年，朱佑樘突感不适，召见儿子朱厚照后，在乾清宫去世。有人当皇帝是为了治国安邦，他当皇帝只为玩个尽兴，放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不住，偏要在宫外建豹房纵情享乐，放着善战武将不用，非要自封将军御驾亲征，还真打了胜仗，一手提拔出权倾朝野的立皇帝刘瑾，最后又亲手将其凌迟处死，绝不手软。31年人生，荒唐与传奇起飞，比戏文还跌宕。这就是明朝最离经叛道，把江山当游乐场的帝王朱厚照。公元1505年，弘治18年，36岁的明孝宗朱佑樘突感不适，紧急召见内阁大臣，将皇位传给15岁的长子朱厚照。同年6月初8，朱佑樘在乾清宫驾崩。同日朱厚照即位，改元正德。父亲临终前反复叮嘱他要好好学习，勤于政事。可年少的朱厚照心思全在玩乐上，每天深夜才回寝宫。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以刘瑾为首的8个宦官，世人称之为8虎。他们摸准了朱厚照爱玩的性子，天天献上奇珍异宝，还怂恿他出宫游荡，把小皇帝哄得团团转。群臣见状纷纷上书劝谏，可朱厚照反感大臣们的约束，反而对8虎愈发倚重。刘瑾借此一路攀升，坐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高位。大臣们不肯罢休，联名弹劾刘瑾。可手握大权的刘瑾只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反对我的人全部停杖。在这批被停杖的官员中，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叫王阳明。这次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后续咱们专门开篇细说。现在先回到朱厚照的故事。刘瑾掌权后，朱厚照的玩乐更是变本加厉，皇宫已经满足不了他，他特意在宫外修建了豹房，整日在此纵情声色，把朝政抛到九霄云外。朝廷大小事务全由刘瑾决断，他甚至把奏章带回私宅，既不与百官商议，也不通报内阁，独断专行。为了巩固权力，刘瑾借着厂卫制度恢复了西厂，还怂恿朱厚照设立大内行厂，由他亲自掌管。这个机构的权力大到离谱，既能监察百官，制约内阁，甚至不用皇帝批准就能随意关押官员。当时民间都流传着一句话，明朝有2个皇帝，一个是朱皇帝朱厚照，一个是刘皇帝刘瑾。在刘瑾的淫威下，超过80%的官员见到他都要行跪拜之礼。史料记载，这段时间被他迫害的人多达数千，势力远超之前的大宦官王振。野心膨胀的刘瑾还肆意追征钱粮马甲，搞得军心涣散，民怨沸腾。终于，安化王朱志凡趁机起兵谋反，颁布讨刘檄文。一时间，所有不满刘瑾的人纷纷联合，跑到豹房向朱厚照揭发，列出了刘瑾17条谋反罪状。长期在豹房享乐的朱厚照看完后勃然大怒，怒吼：刘瑾负我！官员们在刘瑾家中搜查时，查出了黄金1205万两，白银2.59亿两，巨额财富让人瞠目结舌。根据《明实录》记载，最终朱厚照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这场权宦乱政才得以终结。杀了刘瑾后，朱厚照总算清醒了几分，决定做点皇帝该做的事儿。可此时，鞑靼因为朝贡贸易中断，连年南下犯边，其中小王子达延汗的势力最强，对明朝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1517年，正德12年春，达延汗率领7万大军南下，大败宣府守军，杀戮3749人。消息传到朱厚照耳中，他不仅不慌，反而异常兴奋，当即决定御驾亲征。他深知大臣们会以土木堡之变的教训阻拦，干脆不商量，直接率兵出宫，直奔居庸关，
经宣府抵达洋河。此时，达延汗已率5万大军入塞，正在应州与明军激战。朱厚照闻讯立刻赶赴应州参战，亲自指挥作战，打得鞑靼军队节节败退。这就是历史上的应州大捷。此后北方边境安定了好一阵子。首战告捷让朱厚照彻底爱上了打仗。他在宣府营建郑国府，给自己化名朱寿，还加封自己为郑国公，相当于在宫外建了个军营，自己当起了将军。没过多久，宁王朱宸濠叛乱，朱厚照又兴冲冲的连夜整军，要亲自平乱。可没想到，他还没赶到叛乱之地，朱宸濠就被王阳明活捉了。没能过打仗瘾的朱厚照，干脆在南京寻欢作乐了数月，才慢悠悠的准备返回京师。返程途中，路过江苏淮安府时，朱厚照看到湖边景色优美，便亲自驾船游玩，一不小心失足落水，染上了严重的风寒。回到京师后，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只能在豹房养病。可即便如此，他仍不忘宠幸女子。公元1521年，正德16年3月14，年仅31岁的朱厚照在豹房驾崩。临终前，他留下了一生中最正经的遗言：朕疾不可为矣。尔等与张瑞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一处，此前事皆由朕而务，非汝众人所能御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已经不行了，你们赶紧召司礼监官员，把我的意思传达给皇太后。天下大事为重，一定要和内阁辅臣商量着处理。之前所有的过错都是我的责任，与其他人无关。朱厚照一生无子，31年里大半时间都在玩乐，治国只是副业。他提拔刘瑾祸国殃民，杀了刘瑾后短暂清醒，打了胜仗，也展现过军事才能。他驾崩后，皇太后与内阁商议，拥立他的堂弟朱厚熜为帝。这位朱厚熜的故事更具颠覆感，登基之路布满荆棘，步步惊心。即位后更创下离谱纪录，硬生生20多年不上朝。当年明朝那场庚戌之变到底有多耻辱？蒙古鞑靼10万大军进军国都，兵临城下，可明军却一兵不出，任由蒙古鞑靼在城外烧杀抢掠，不杀整整8天8夜。看着黎民百姓深陷水火之中，朝廷给出的理由是，他们抢完了，杀完了，自然就会走了。当你真正揭开庚戌之变的真相时，你真的不敢相信，这是史上以印记著称的大明王朝能做出的事情。与土木堡之变相比，皇帝被蒙古掳走是让百姓失去信心，但庚戌之变却是让百姓彻底寒心。满达汗的军队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5步一抢，10步一杀，而天子朱厚熜还在寝宫修仙，祈求长生不老。今天咱们就顺着历史的脉络，揭开这场耻辱背后的真相。嘉靖帝朱厚熜本是个有脾气、有头脑的狠角色。当年堂兄朱厚照无子，他以藩王身份继位，刚入宫就感应刚4朝元老杨廷和。按规矩，太子得走东安门登基，他偏说我不是太子，为何走东宫路？硬是从大明门入宫，气场拉满。大臣们拟定年号少制，他觉得有继承堂弟的意味，当场改元嘉靖，盼着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少年意气里满是宏图大志。掌权后，朱厚熜更是雷厉风行，他借大礼仪事件逼退杨廷和，组建自己的内阁，任用张聪下言推行改革，科举变得公平，贪官遭到严惩，废弃田地还给百姓，连多年旧税都一并减免。嘉靖前期的大明，天下熙然承治，一派繁荣景象，谁都以为这位皇帝会成为一代明君。可命运的转折从一场大病开始。嘉靖中期，朱厚熜身体垮了，咳嗽不止，半年没法上朝。生病后的他性情大变，暴躁易怒，最后连宫女都忍无可忍。一位名叫杨金英的宫女，伙同另外10几位宫女，竟在乾清宫试图将朱厚熜勒死，最终未遂。这10几名宫女后来被凌迟处死。经此一事，朱厚熜性情大变，不再住乾清宫，也不再上朝。他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常年生病，再加上前几任皇帝大多短寿，不如修仙求道，祈求神仙赐自己长生不老。道君皇帝的称号也由此得来。他搬出乾清宫，从此不再上朝，一门心思扑在修仙求长生上。但你以为他彻底不管国事了？错，他白天炼丹修仙，晚上却熬夜批奏折，靠着密探和锦衣卫牢牢攥着朝政大权，这一躲就是20年。可皇帝不上朝，总得有人代为传旨办事，而这个钻了空子的人正是严嵩。严嵩靠着溜须拍马爬上内阁首辅之位，他深知朱厚熜痴迷修仙，便花光国库银子为皇帝建斋宫、修密殿，
当时大明一年财政收入才200万两，光修仙就花了200万两，钱不够，严嵩就搜刮民脂民膏，公然买官卖官，7品州判300两，6品通判500两，都只回700两，官场彻底沦为用钱买官，以绘制国的泥潭。更要命的是，严嵩还搞垮了边防，蒙古鞑靼入侵河套，陕西总督曾喜想发兵收复，夏言全力支持，朱厚熜也点头同意。可严嵩为了夺权，硬是从中作梗，污蔑收复河套是浪费钱财，最终夏言被罢官，收复计划泡汤，边防漏洞越来越大，为庚戌之变埋下了定时炸弹。公元1550年，嘉靖29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因明朝不开放朝贡户时，对明朝发动战争。这场战争本可避免，在此之前，俺答曾写过一封信，真诚且有礼貌地请求朝廷开放户时。信中写道：臣等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耐夏热，布帛难得，院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但不知是朱厚熜不准，还是严嵩从中作梗，这段历史记载较为模糊，最终朝贡户时未能开放。朝中甚至传出朱厚熜高价悬赏俺答人头的消息。俺答得知后，心想反正活不下去了，不如起兵一战。同年6月，10万蒙古大军攻打大同，明军一触即溃，总兵张达战死。新总兵仇鸾是个草包，不敢打仗，居然偷偷给俺答送钱，让他别打大同。俺答拿了钱，转头就直奔北京，一路畅通无阻，直抵昌平，随后便围着北京城大肆烧杀抢掠，长达8天8夜。密云、怀柔、通州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俺答见此情形，还以为朱厚熜在背地里酝酿什么大计划，却没想到朱厚熜之所以不反抗，是因为京城无兵可用。当时京城仅有5万多士兵守卫，且大多是老弱病残。究其原因，正是严嵩造成的贪污问题严重，虚报士兵人数，冒领军饷，也就是常说的制空饷。朱厚熜得知敌军兵临城下后，只能召开内阁会议。多年未曾露面的他终于现身。当朱厚熜询问对策时，严嵩只回了句：此乃抢食之贼耳，不足为患。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礼部尚书许阶，他听到此话后大怒，敌寇在城下杀人放火，岂能说是抢食，分明是蓄意作乱，当速筹御敌之策。严嵩没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许阶竟敢反驳自己，便故意刁难：此事属于外交事务，应当由礼部负责。许大人既然有办法，就请你前去谈判吧。许阶顺势接下任务，直接给出解决方案。他拿出俺答请求通贡的文书，指出上面只有汉文，没有蒙文，要求俺答补充蒙文，以此拖延时间。随后迅速密报周边援军火速支援。等俺答将补充好蒙文的文书送来时，北边的援军已经赶到。俺答明白自己已错失最佳进攻时机，反正此次也抢够了，便带着掳掠的200万人口和无数钱财，大摇大摆地撤兵了。朱厚熜见状想挽回面子，下令追击，结果又中了俺答的埋伏，明军死伤无数。因为这一年是庚戌年，这场耻辱被永远定在历史上，称为庚戌之变。可耻辱还没结束，明军因为发不出军饷，居然效仿蒙古兵，转头抢劫周边百姓，其中仇鸾的大同兵最是猖獗。此后20年，俺答多次南下，4犯大同，3犯辽阳，1犯宁夏，长城沿线百姓民不聊生，大明的尊严被踩在脚下。这场灾难的根源到底是谁的错？有人说是严嵩，可如果不是朱厚熜沉迷修仙，纵容贪官，严嵩怎么敢如此肆无忌惮？清官海瑞在治安书里直言不讳：家境家境，家家皆进。这句话彻底惹怒了朱厚熜，海瑞被关进大牢。公元1567年，长期服用含砒霜、水银的丹药后，朱厚熜病逝，享年60岁。而严嵩也没好下场，被罢官贬为庶民，最后祭祀在墓舍里，没人送葬，没人吊唁，落得个生前贪腐无度，死后一无所有的结局。嘉靖帝本有机会成为明君，却因一己私欲，让大明从繁荣走向衰败。庚戌之变的8天，烧的是百姓的家园，毁的是大明的根基，也让这个曾经英气的王朝一步步走向了覆灭的深渊。而嘉靖朝埋下的隐患尚未根除，万历年间又一场耗空国力的浩劫已然来临。那拖垮大明的万历3大征究竟如何加速了王朝崩塌？你知道大明王朝的崩塌是从哪一刻开始倒计时的吗？就在万历10年6月20日那一天，一代权臣张居正因劳成疾病逝京城。都说谣言止于智者，可亲手被张居正带大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偏偏成了那个推不住篮的糊涂人。谁能想到，恩师尸骨未寒，朱翊钧竟下令抄家。张居正的长子不堪受辱，留下遗书一封，含恨自尽。这根支撑大明的大梁不仅断了，还被亲手拆得粉碎。而大明的第一记崩塌预警很快就来了。国本之争，立嫡立长是历朝历代的铁律，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在皇民祖训里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可朱翊钧偏要反其道而行之，非要非常利诱。就因为长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三子朱常洵是宠妃郑贵妃所出，他便铁了心要立朱常洵为太子。旨意一出，朝堂炸了锅，户部、吏部的大臣们纷纷上书，意见立朱常洛为太子。面对满朝文武有理有据的指责，被张居正宠坏的朱翊钧竟耍起了孩子脾气，不上朝，不管事，大臣不见，奏章不批，这一摆烂就是整整30年。大明的行政机器彻底停摆，那座跨海大桥依然松动摇晃。就在大桥摇摇欲坠时，3场惊天大战接踵而至，这便是震惊史册的万历3大征。可谁能想到，胜仗打得多，反而让明朝的覆灭来得更快。万历20年，宁夏副总兵波拜举兵造反，拥兵割据宁夏。波拜本是蒙古鞑靼的将领，嘉靖年间投降明朝，还帮着朝廷打过蒙古，才换来副总兵的职位。可万历年间的宁夏巡抚党辛，打心底瞧不上这个蒙古出身的副总兵，处处打压，事事刁难。恰逢甘肃叛乱，波拜父子率军平叛，党辛却故意克扣粮饷马匹，让士兵们在冬天连件棉衣都穿不上。更过分的是，党辛还上书朝廷，弹劾波拜吃空饷，请求立刻逮捕他。要说吃空饷，在万历中后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官员们互相包庇，无人敢戳穿。可党辛自己也没干净到哪去，利用职权贪赃枉法，却没人敢管。被针对性打压的波拜怒火中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起兵造反。万历20年2月，波拜率军攻入巡抚府，杀了党辛，打开银库任人哄抢，还接连攻占周边数地。他知道自己扛不住明朝大军，便向蒙古求援，企图长期割据。消息传到京城，朱翊钧下令平叛。他先派大同总兵麻贵出击草原，切断蒙古与波拜的联系，又任命辽东边军名将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率领辽东、宣府、大同、山西的援军直奔宁夏。波拜一听统帅是李如松，吓得立刻收缩防线，死守宁夏城，一兵不出。宁夏城易守难攻，明军打了4个月，愣是没攻克。李如松不再盲目损耗兵力，仔细观察地势后发现宁夏城地势低洼，当即下令全军挖沟、水拱。深沟挖好后，明军决堤黄河，滔滔河水直冲宁夏城，城池不攻自破。李如松趁机知道波拜府邸，可波拜早已在家中自杀。历时6个月，宁夏之役大胜，宁夏全境收复。可这场胜仗本该敲响警钟，正是朱翊钧的长期怠政，才让地方贪污、军队腐败愈演愈烈，最终逼反了波拜。可朱翊钧却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不上朝也能打胜仗，怠政更变本加厉。殊不知，更大的战事已在朝鲜半岛酝酿。同年，日本战国大名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野心爆棚，立志征服亚洲。在他看来，要打明朝，必先拿下朝鲜这个跳板。而当时的朝鲜国王李岩沉迷酒色，荒废朝政，导致政治腐败，军备松弛，日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破了朝鲜都城。李岩一路逃亡，从平壤跑到益州，哭着向明朝求援。明朝作为宗主国，不能坐视藩属国被灭，更不能让日本在自家门口虎视眈眈。朝鲜之役正式打响。可一开始，明朝援军兵力太少，又不熟悉地形，打了一场败仗。朝廷立刻增兵，派李如松率领4万大军奔赴朝鲜。万历21年，李如松率3万人猛攻平壤，凭借充足兵力和灵活战术，一举攻克平壤，史称平壤大捷。乘胜追击的李如松带着数千铁骑直奔汉城附近的碧蹄馆，却因轻敌陷入日军包围，双方激战后方才各自撤退。后来，李如松率军奇袭龙山，一把火烧毁日军粮仓，没了粮草的日军被迫议和，战争进入了5年的平静期。可这5年里，日本从未停止备战，一边假意提出和亲，要求明朝宋公主去日本做皇后，一边偷偷操练军队，储备粮草。万历25年，丰臣秀吉再次派出14万大军攻打朝鲜。此时李如松正在蒙古前线，朝廷当即任命行介为帅，麻贵为将，
调集全国10省兵力，大举东征。双方展开数次大战，各有胜负。日军凭借地形优势死守，明军一时难以突破，战局陷入僵持。转机出现在万历26年，丰臣秀吉在福建城病逝，消息传到朝鲜，日军士气瞬间崩溃，纷纷想从海路撤退。明军与朝鲜军队趁势追击，于11月发动陆良海战，大获全胜。这场持续7年的朝鲜之役终于画上句号。接连2场大胜，让朱翊钧更加得意忘形。你看，我不上朝，照样能赢下这么大的战争。可他没料到，第3场大战早已在西南边境等着他。播州之役。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广交界处，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明朝一直实行土司制度管理。当时的播州土司杨应龙生性残暴，诡计多端。他靠着向朝廷行贿，谋得了都指挥一职。此后便在播州横行霸道，多次违抗朝廷法令。早在万历18年，贵州巡抚叶梦熊就上奏弹劾杨应龙，请求将其法办。可这件事被一拖再拖，直到万历20年，杨应龙才被定罪问斩。恰逢朝鲜之役爆发，杨应龙趁机上书，愿意带兵出征朝鲜，再缴纳罚金赎罪。朝廷竟真的答应了，免去了他的死罪。可死里逃生的杨应龙回到播州后，立刻翻脸不认账，既不出兵，也不缴罚金。四川巡抚王继光奉命围剿，却被杨应龙用假投降的计谋偷袭，明军死伤惨重，王继光也被革职。事情又拖了2年。万历23年，朝廷再次问询杨应龙，这次他又故技重施，献上4万两白银赎罪。朝廷再次妥协，还要求他送儿子入朝做人质。可没过多久，杨应龙的儿子在京城意外身亡。怒不可遏的杨应龙彻底反叛，派兵攻打周边城镇，百姓惨遭屠戮。万历27年，贵州巡抚江东之派兵3000围剿，结果全军覆没。接连2次失利，让杨应龙愈发嚣张，直言明军不过如此。直到万历28年，朱翊钧才终于意识到，这个杨应龙必须除。他任命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统筹川湖魏3省兵力，还调来了刘听、麻贵等名将，兵分8路，每路3万人，合围播州。明军猛攻之下，杨应龙节节败退。走投无路的他，让妇女举着投降书向明军示好。可明军早已看穿他的诡计，攻势不减。杨应龙想组建敢死队反扑，却没人愿意追随。万历28年6月初6，明军攻入播州城，杨应龙纵火自焚后上吊身亡。播州之役打赢了，可这场仗本可避免。杨应龙的叛乱苗头早在10年前就已出现，可朱翊钧的纵容和拖延，让小祸酿成大祸。而这3场大战也掏空了大明的国库。根据明史记载，宁夏之役耗银200多万两，朝鲜之役700多万两，播州之役200多万两。8年时间，3大征总共花了足足1200万两白银。这3场仗里，只有朝鲜之役是不得不打的外患，可宁夏之役和播州之役，全是朱翊钧带政引发的内忧。就像那座早已没了大梁的跨海大桥，不仅不修补，还硬扛着3次重载运输，表面看似安然无恙，内里早已腐朽不堪。朱翊钧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愈发怠慢朝政。可他不知道，万历末年，真正压垮大明的重型机车已经驶来，那就是萨尔浒之战。这场仗让努尔哈赤和后金登上历史舞台，也让明朝彻底失去了辽东的主动权，成为明清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万历47年，明神宗朱翊钧正在寝宫，沉迷于自己的修仙之道，幻想着大明王朝国富兵强，足以传千世万世。彼时，在大明版图的东北地区，一位60岁的老人正摩拳擦掌，他带领着8旗子弟及数万兵马，是要踏破大明国土，推翻统治200余年的大明王朝。这位老人便是努尔哈赤。他出征之后，明朝调遣数十万大军，兵分4路反击，但努尔哈赤仅凭6万兵马，秉持平而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将明军打得落荒而逃。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明清战争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亦是明清兴亡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萨尔浒之战。万历44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年号天命。历经万历3大征，明朝财政亏空严重，内部贪污腐败丛生，而朱翊钧的私欲日益膨胀。努尔哈赤敏锐察觉到进攻明朝的时机，于是发布7大恨，心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何为7大恨？其一，努尔哈赤的祖父母在明朝边境被杀；其二，明朝支持叶赫部、
背弃与建州的盟约。其三，明朝违反双方约定，责罚努尔哈赤。其四，叶赫部违背誓约，将努尔哈赤的嫡女转嫁他人。其五，明朝禁止努尔哈赤部耕种。其六，叶赫部公然侮辱努尔哈赤。其七，明朝偏袒哈达部，打压建州。后金铁骑拿下抚顺、清河的消息传回京城，明朝终于惊醒，任命兵部尚书杨镐为总指挥，调集大军兵分四路，直扑赫图阿拉。东路，刘廷率军从朝鲜方向急行；南路，李如柏自清河出兵；西路，陆松从抚顺挺进；北路，马林从开原驰援。明军号称47万大军，实则仅有12万人，且半数是老弱病残。万历后期吃空饷成风，100人的军饷往往只养30名士兵，其余粮饷全被各级官员层层克扣。可总指挥杨镐却满心傲慢，记仗着万历3大征的余威，又轻视努尔哈赤的6万兵马，全然不知这6万八旗子弟早已身经百战，勇猛过人。万历47年2月28日，萨尔浒之战正式拉开序幕。西路军杜松为抢头功，下令部队日夜兼程，不过辎重落后，一头扎进了努尔哈赤的包围圈。抵达萨尔浒后，杜松将3万兵马分作2路，一路驻守营地，自己则率另一路驻守吉林崖，妄图分兵御敌。可他万万没想到，努尔哈赤早已定下平儿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铁律。4天后，4万5千八骑大军猛攻萨尔浒大本营，明军瞬间溃散，全军覆没。紧接着，八旗铁骑全力围攻吉林崖，杜松率部浴血奋战，最终力竭战死，西路军彻底覆灭。几十里外的北路军马林得知噩耗，慌忙布下壕沟防线，却挡不住努尔哈赤的雷霆攻势。努尔哈赤亲率1000敢死队冲锋陷阵，这时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锐一举冲破明军阵营。6万八骑兵趁势猛攻，马林吓得抛下兄弟与部下，独自仓皇逃窜。北路军也难逃覆没命运。此时的东路军刘听还在崎岖山路上艰难前行，对另外2路的惨败一无所知。努尔哈赤巧用计谋，派奸细伪装成明军信使，谎称杜松已重创后金，邀他火速会师分共。刘听信以为真，率军疾驰至阿布达里港，却见前方杜松军队的旗帜下，4万八骑铁骑早已严阵以待，毫无防备的明军瞬间陷入重围。刘听左臂中箭，右臂负伤，脸颊被砍去半块，仍率部奋勇冲杀，最终力战而亡，麾下1万明军尽数阵亡。史书记载，这位猛将鏖战不止，内外断绝，歼敌数十人而亡，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血性。4路大军中，唯有南路李如柏行军最慢，比预定时间晚了整整5天。得知其他3路全灭后，贪生怕死的他立刻下令撤军，妄图靠钱财打点朝廷脱罪。这场历时5天的萨尔浒之战，最终以明军完败告终。此一战，明朝阵亡将领310人，士兵45870余人，损失马骡驼28600有余，财物不计其数。杜松、刘听战死，马林逃亡，李如柏遭百官弹劾，最终自尽谢罪。萨尔浒之战彻底击碎了大明的军心士气，士兵畏战如虎，更让明朝丧失了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后金政权强势崛起，此后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相继失守，明朝被迫退守辽西，从战略进攻转为被动防守，明军惨败，罪责难逃。总指挥杨镐滞留后方，不探敌情，不察地形，不度行军，4路大军未能协同作战，而根源更在万历皇帝朱翊钧近30年的懒政怠政，让大明王朝积重难返，民心尽失。这座曾无比强盛的王朝，如同失去主梁的大桥，早已摇摇欲坠。而朝堂之上，众人仍在谄媚号称9000岁的魏忠贤大明的覆灭似乎已成定局。一个沉迷剧目爆料的皇帝，一个权倾朝野的9000岁，一个党争不断的朝堂，这样的组合，如何让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在短短7年间坠入深渊？天启元年，16岁的朱由校在明末宫廷的权力动荡中登基，是为明熹宗。他接手的是万历朝留下的残破江山，朝政废弛，党争不休，边患迭起。而这位少年天子的心思，却全部在治国理政上。天启帝的继位，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明末3大案的阴影。万历48年，在位48年的明神宗朱翊钧驾崩，长子朱常洛继位，成为明光宗。可谁也没想到，明光宗在位仅30天，便因服用红丸暴毙，这便是震惊朝野的红丸案。尚未正式登基的朱由校，紧接着又遭遇以公案，抚养他的李选侍企图占据乾清宫，
想要以垂帘听政掌控大权。幸得东林党官员杨涟、左光斗等人挺身而出，强行将李选侍迁出乾清宫，朱由校才得以顺利坐上龙椅。这一系列宫廷变故后，天启初年的朝政被东林党人牢牢掌控。凭借用以直攻，他们获得了天启帝的初步信任。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等东林党核心人物纷纷进入内阁或担任要职，一度形成东林独大的政治格局。东林党人以清流自居，主张整肃吏治，废除矿税，减轻百姓负担，初衷确实不乏忧国忧民之心。天启初年，他们也推行了一些改革举措，罢免了万历朝部分奸佞官员，整顿了部分腐败的税收环节。但东林党人的致命缺陷在于将学术理念与政治斗争深度绑定，对意见者一概斥为邪党，展开残酷打压，让明末党争愈演愈烈。更关键的是，他们虽擅长轻谈议论，却缺乏实际的治国与军事才干。面对天启年间严峻的内外危机，始终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真正改写这一切的，是天启帝自身的特殊癖好。朱由校自幼缺乏系统的帝王教育，却对木匠活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史书记载，他性智巧，未能，有喜营造、锯木、爆料、油漆、雕刻等木工技艺，无不精通。他常常亲自设计宫殿模型，制作精巧器物，甚至亲自参与宫廷建筑的修缮。沉迷其中时，竟能善吟渴望，寒暑忘绝。对于朝政，朱由校毫无兴趣，也缺乏处理复杂政务的能力，这就为权力真空的出现埋下了隐患。填补这一真空的是天启帝最信任的两个人，乃妈克胤月与太监魏忠贤。克胤月是天启帝的乳母，自朱由校幼年便陪伴在侧，两人感情深厚。朱由校登基后，不顾祖制，册封克胤月为奉圣夫人，允许他自由出入宫廷，甚至参与朝政。克胤月在宫中权势熏天，生活奢华无度，还与太监魏忠贤结为对视，形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魏忠贤本是河间府的市井混混，中年自宫入宫，凭借圆滑的处世之道和钻营能力，逐渐接近权力核心。他深知天启帝沉迷木工，便故意在皇帝专注于木匠活时请示政务。朱由校往往不耐烦地说：“不以稀矣，汝辈好为之。”就这样，魏忠贤一步步获得了代替批红、处理朝政的实权。天启3年，在克胤月的帮助下，魏忠贤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是明朝宦官机构的核心，秉笔太监负责代皇帝批阅奏折，权力极大。可魏忠贤本是文盲，根本无法看懂奏折，便依靠同党王体乾等人代为诵读、拟定批语，彻底掌控了朝政决策。为巩固权力，魏忠贤与克胤月联手，首先清除宫中的一级宦官。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正直且有威望，曾辅佐过万历、太昌两朝，也对东林党持支持态度。魏忠贤与克胤月设计诬陷王安，将其发配男孩子，最终派人将其杀害。清除王安后，魏忠贤完全掌控了宦官集团，随后组建起自己的政治势力——阴党。阴党的核心成员包括朝中趋炎附势的官员与宦官，像兵部尚书崔成秀、工部尚书吴纯富、御史田吉等人，形成了五虎、吴彪、石镐、石哈尔、四世孙等庞大的党羽网络，遍布中央与地方。魏忠贤还掌控了东厂和锦衣卫这两大特务机构，将其变成镇压异己的工具。东厂在天启年间的权力达到顶峰，提旗遍布天下，所讥讽无论虚实则糜烂。锦衣卫则负责审讯囚犯，发明了刷洗油煎、剥皮等数十种酷刑，凡被逮捕入狱者，几乎无一生还。魏忠贤掌权后的核心目标，便是打压东林党。天启4年，东林党人副都御史杨涟忍无可忍，上书天启帝，列举了魏忠贤的24条大罪，包括擅权乱政、谋害忠良、蒙蔽圣听、生活奢靡等，每条罪状都有具体事实支撑，直指魏忠贤。内廷之中，但只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只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这份奏折震动朝野，左光斗、魏大忠、黄遵素等数十名东林党官员接连上书弹劾。可魏忠贤凭借对天启帝的掌控，成功化解了危机。他跑到天启帝面前痛哭流涕，声称自己遭到东林党人的诬陷，而负责为天启帝诵读奏折的宦官王体乾是魏忠贤的同党，故意避重就轻，将奏折中的关键罪状一笔带过。沉迷木工的天启帝听完后，不仅没有追究魏忠贤的罪责，反而斥责东林党人多事。这次弹劾失败后，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展开了血腥报复。他罗织罪名，将杨涟、左光斗、魏大忠、袁化忠、顾大章、
周朝瑞等6位东林党核心人物逮捕入狱，史称东林六君子。6人在狱中遭受了残酷的酷刑，杨涟被打得体无完肤，仍写下血书表明忠心，最终被折磨致死。左光斗等人也相继被害，尸体惨不忍睹。天启5年，魏忠贤进一步扩大迫害范围，将赵南星、高攀龙、周顺昌等数十名东林党官员罢官、流放或杀害，其中周顺昌、周宗建、廖昌器、李应胜、周启元、黄遵肃、高攀龙被称为东林七君子。高攀龙不堪受辱，投水自尽。周顺昌在苏州被捕时，引发了苏州百姓的反抗，数万民众上街游行，打死东厂提旗数人，这便是著名的苏州民变，但最终被魏忠贤残酷镇压。与此同时，魏忠贤下令封禁东林党人创办的东林书院，烧毁书院典籍，禁止东林党人讲学论政，从思想文化上彻底摧毁东林党的根基。当时的朝堂累累相接，骗守旧路，东林党几乎被灭门，朝政完全被阉党掌控。在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魏忠贤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阉党官员为讨好魏忠贤，纷纷在全国各地为其修建生祠。天启6年，浙江巡抚潘汝贞率先上书请建魏忠贤生祠，天启帝不仅批准，还亲题溥德2字为祠堂匾额。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从京城到地方，生祠遍布天下，仅苏州一地就修建了3座。生祠的规格与帝王宗庙相当，祭祀仪式极为隆重，官员百姓必须定期祭拜，如有不敬者，立遭严惩。魏忠贤被尊称为9000岁，甚至有官员上书称其9900岁，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其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天启年间的乱政不仅引发了内部的政治危机，还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国防力量。当时辽东地区的后金势力日益强大，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不断率军南下，明朝在辽东战场接连失利。万历47年的萨尔浒之战，明朝精锐尽失，辽东防线濒临崩溃。天启初年，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有识之士相继主持辽东防务。孙承宗提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修建了关宁锦防线，一度遏制了后金的进攻。但受党争影响，熊廷弼被阉党诬陷下狱处死，孙承宗被罢免，袁崇焕也一度遭排挤。辽东战事的失利让明朝的边患愈发严重，军费开支激增，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天启7年8月，年仅23岁的天启帝朱由校在乾清宫驾崩，由于他的3个儿子均早夭，按照兄终弟及的祖制，其5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天启帝的驾崩标志着黑暗的天启年间结束，但他留下的是一个党争不休、民不聊生、边患严重的烂摊子。崇祯帝继位后，迅速展开对阉党的清算，魏忠贤被迫自缢身亡，柯英岳被处死，阉党成员或被斩首，或被流放，东林党人得以平反。但此时的大明王朝早已积重难返，天启年间的党争与乱政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国力，为其最终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后世常有假设，若万历年间的改革家张居正与魏忠贤处于同一朝代，同时登顶权力巅峰，明朝的历史会否改写？这一猜想虽无实际意义，却也反映出世人对晚明历史的惋惜之情。张居正改革曾为明朝注入短暂生机，而魏忠贤乱政则将王朝推向深渊，两人一功一罪，堪称晚明政治的两极。接下来，明朝的历史将进入崇祯时期。崇祯帝朱由检虽有心重振河山，试图挽救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却终究无力回天。满城烽火燃红宫墙之际，万岁山巅，明朝末代天子朱由检脊背如松，身后是列祖列宗统治276年的江山，眼前却是潮水般涌入紫禁城的叛军。满朝文武四散奔逃，竟无一人率兵来援。其实他有无数个逃跑的理由，但唯有最后一个理由让他选择了自尽，那便是祖宗朱棣的那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自永乐帝之后沉寂近200年，直到明朝覆灭的最后一刻，才由朱由检用生命重新唤醒。这位亡国之君从未背负千古骂名，反而让无数人扼腕叹息，因为他比任何一位明朝皇帝都想拯救大明，比任何人都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可命运开了最残酷的玩笑。1627年，17岁的朱由检接手的不是太平盛世，而是一座早已无梁可以、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那一年，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驾崩，由于皇子皆有伤，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兄终弟及祖制，5弟朱由检登基为帝，年号崇祯。
他不像哥哥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对皇宫内的权术斗争了如指掌，尤其深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多年来陷害忠良，专横跋扈。这份早慧也让他养成了多疑的性格，而这性格最终成了他的催命符。朱由检登基后的第一把火就是铲除魏忠贤。彼时的魏忠贤权倾朝野，若不处置，他只能是个傀儡皇帝。凭借着过人的权谋，朱由检先赏后办，一步步瓦解阉党势力，最终逼得魏忠贤上吊自尽。随后他为天启年间被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稳固了地位。当时朝野盛赞，不动声色，潜移默多，非天纵鹦鹉，何以有此？可除掉一个魏忠贤，救不了烂到根里的大明。朱由检开始了拼尽全力的补救，每天鸡鸣而起，夜分不寐，批阅奏章，常常彻夜不休，积极听取大臣建议，一心想整顿朝政，填补历代皇帝留下的深坑。可朝廷腐败根深蒂固，财政亏空，军事废弛，领土缩水。更要命的是，他手下无可用之才。魏忠贤的党争早已残害了大批能臣，朝堂上剩下的要么老态龙钟，要么混吃等死。生性多疑的朱由检不敢相信任何人，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就在他愁于收复辽东无人可用时，大臣们提起了一个名字，袁崇焕。这位曾在天启末年与宁远之役重创努尔哈赤的将军，因遭魏忠贤陷害，早已自知返乡。朱由检如获至宝，火速召他入宫。袁崇焕感念皇恩，在群臣面前立下军令状。5年平辽，朱由检大喜过望，不仅全力支持军费，更赐尚方宝剑，特许见此剑如见皇上，先斩后奏。袁崇焕奔赴辽东后，迅速整顿军心，建立防御体系。可谁也没料到，他竟用尚方宝剑斩杀了己方大将东江总兵毛文龙。毛文龙驻守皮岛，距离辽东半岛仅50公里。他接纳后金逃来的辽民，工商屯田，还与日朝贸易，每月赚数万两白银充作军饷。可这私筹军饷的行为，让他与朝廷矛盾重重，风评极差。袁崇焕认为其骄纵难治，列举12条罪状后将其斩首。由于袁崇焕是先斩后奏，朱由检得知后极为震惊，但碍于他5年平辽的豪言壮语，并未多做指责。可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后金领袖皇太极耳中。皇太极深知此事会导致明军军心不稳，于是亲率10万大军兵分3路突袭大安口附近的长城关隘，很快便攻占了距离北京100公里的遵化城。下一步便是直逼北京，北京城随即戒严，史称祭祀之变。此时朝中有言论流传，为何毛文龙在世时，皇太极始终安兵不动？为何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皇太极便即刻出兵？莫非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袁崇焕得知京城戒严后，迅速率军回援，与皇太极在北京城下激战整整1个月，终于击退敌军。可朱由检非但没有嘉奖，反而怒火中烧。他列出袁崇焕6大罪状，在崇祯长编中留下明确记载。5年平辽毫无进展，私卖粮食给蒙古，间接资助后金，擅杀大将，违反朝纲，纵敌长驱不战，遣散番完援兵，削弱防务，兵临城下先满足喇嘛寓意喝。多疑的朱由检认定袁崇焕通敌，下令将其凌迟处死。牵连的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等官员无一幸免。经此一事，朱由检再也不信任何武将，而一个没有能征善战将领的国家，注定在风雨中飘摇。未有后金虎视眈眈，内有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为了维持军需，国库空虚的朱由检只能加征赋税。本就困苦的农民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而这股起义浪潮中，一个叫李自成的人，成了压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李自成早年是异族，因官场腐败丢了差事，连饭都吃不起，最终投身起义。他与张献忠结交，辗转投奔各路义军。在领袖高迎祥牺牲后，自称船王，提出分兵定向、4路攻占的战略，迅速聚集起庞大的力量。1641年，他击杀万历帝之子父王朱常洵，将王府财物全部分给饥民，赢得万民拥戴。1643年，他在甲县大败明军，攻破潼关，占据陕西全省。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随后挥师北上，直到北京。而朝廷中的朱由检也已然预见了自己的命运。他曾悲痛自刎，朕一心想做贤明之君，不耽于享乐，勤勤恳恳批阅奏折，为何老天不肯给朕一个挽救大明的机会？当时大臣们为朱由检献上2条退路，一是留守北京，等待各地藩王率军来援；二是退守南京，以延缓李自成大军的进攻。
朱由检沉思片刻，最终决定留守北京。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誓言，自永乐帝朱棣之后，再次在他身上显现。2个月后，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北京外城，紫禁城近在咫尺。那个夜晚，朱由检召见了3个儿子，给他们换上百姓衣物，哽咽着嘱咐：你们不再是皇子，从今往后隐姓埋名，保全性命。为了不让妻女受辱，他下令周皇后、元贵妃自尽，又亲手斩杀了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宫殿里的哭声与城外的呐喊交织，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挽歌。次日清晨，他带着太监王承恩快步来到京城北郊的万岁山，也就是眉山。山上有一座寿皇亭，朱由检伫立亭中，望着象征大明王朝威严的紫禁城，百感交集。他遥想起哥哥朱由校临终前的嘱托：吾弟当为尧舜。朱由检闭上双眼，声泪俱下，泣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朕上继天佑，奈何逆贼直逼京师，皆因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自去冠冕，以发覆灭。任贼分裂朕师，切勿伤害百姓一人。最终，他在一棵老槐树下自缢身亡。17年的帝王生涯，276年的明朝统治，中国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就此在悲壮中落幕。而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誓言，也随着这座王朝的覆灭，永远刻在了历史的长河里。